大家好，上一次视频中呢，我们聊到虚拟化技术的应用以及它的运行方式。那么从本期视频开始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它背后的实现。我们知道一台计算机它最重要的硬件就是它的 CPU，因此呢，想做到一台计算机的虚拟化，我们首先要完成的就是它的 CPU 虚拟化。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CPU， 一个 CPU 呢，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它可以接受一系列的命令，那么它的主人呢，肯定可以执行所有的命令，甚至于自毁程序这种。但它主人的朋友呢，他可能只接受一些类似于唱歌跳舞这样无害的命令，而更遥远的陌生人呢，那就可能只能像执行你好这样的命令。那这就反映了一套权力的级别。那这些命令对于 CPU 来说呢，就是一条条指令。那么在当前最流行的 x86 架构的这个 CPU 下呢，也有一套这样的权级。那么在这个权级中呢，有4个等级，我们管它们叫 Ring 0、1、2、3。那么 Ring 0是最高级别，依次到3就是越来越低。那么在一台裸主机下呢，那么主机的操作系统就是运行在这个 Ring 0的模式下，它对底下的硬件有绝对的掌控。那么像我们自己写的一些应用程序呢，一般来说是运行在 Ring 3权级下。OK， 现在我尝试将我的虚拟化需求放到这个架构下，于是呢，我秉承了虚拟化的核心思想，那就是共享经济。我把我的虚拟 GOS 也运行在了这个 Ring 0权级下。那么它和我的宿主 GOS 一起共享这个宿主机上的 CPU， 这样看上去可能是没问题的。那假如说有一天，我的虚拟 GOS 下发了一条指令，那么这条指令呢，它修改了 CPU 上一个非常重要的 CPU 寄存器。那这个寄存器同样也正在被这个宿主机 OS 所使用。那之后宿主机 OS 发现了之后，可能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会我无法运行了。这就好比我把我的 Switch 借给你玩半个小时，我让你把我自己的存档给覆盖掉。那么言归正传，这种类型的指令呢，它是会影响到整个宿主 GOS 的正常运行。那么我们称之为敏感指令。我们要做到 CPU 虚拟化，首要克服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捕获和模拟这些敏感指令。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尝试稍微调整一下我的权级分配，我把我的虚拟 GOS 转移到了 Ring 1级别，也就是更低一级。这样我利用CPU 的权级来限制这个虚拟 GOS 下发敏感指令，并且成功在CPU 上执行。一旦它尝试下发敏感指令，我可以靠 CPU 陷入到我运行在 Ring 0的虚拟机管理器，也就是 VMM 中。这个 VMM 呢，它就会捕捉到这个敏感指令，并且做一些自己相关的处理。这样的捕获方式呢，在某些 CPU 上是可行的，但是呢，在 x86 上这样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使是在更低的级别，有些敏感指令呢还是可以被虚拟机直接下发到 CPU， 绕过 VMM 直接执行。因此，只要存在一条这样的指令，这种方式就是行不通的。那么看上去呢，光靠 CPU 自身的权级是无法捕获所有的敏感指令，因为 x86 CPU 最开始也不是为了虚拟化的需求而设计的。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无法避免虚拟 GOS 下发敏感指令，因为在它的视角下，
我是运行在一台真机上，我有什么理由不下发敏感指令呢？于是这个时候，有一家叫做 VMware 的公司，用一项叫做动态二进制翻译的技术来绕过这个问题。这项技术呢，会在每个虚拟机下发指令到达 CPU 之前，加一层二进制翻译。这就像一道安检。那么指令到达这里的时候，它是属于二进制形式，也就是0和1。那么安检人员呢，会首先将这个二进制形式翻译成 X86 指令集，然后呢，判断这个是否为敏感指令。如果是非敏感指令的话 ，OK， 你可以先去执行了。那么如果是敏感指令的话呢，它就会把它交给 VMM 来处理。VMM 呢会将这个敏感指令替换成一系列非敏感指令。这些非敏感指令呢，一方面不会对整个宿主机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模拟这条敏感指令想要达到的效果，让虚拟机 OS 认为，自己这条指令执行成功了。打个比方哈，比方说，虚拟机又下发了一条，就是写一个非常重要的寄存器的指令。那么二进制翻译捕获到这条指令之后，它是敏感的，于是交给 VMM， 然后 VMM 说呢 ，OK， 我可以帮你修改这个寄存器，但是呢，我不会把你要写的这个值真的写到这个 CPU 的寄存器里，而是我可能把它保存在我这里，等你下回下发了读取这条寄存器的指令时候，我再捕获到，然后我把它返回给你。这样的话，虚拟机 OS 可能就会认为自己之前下发的那条敏感指令是执行成功的，但其实呢，只是被底下的 VMM 给悄无声息的替换掉了。那么这就是早期的 CPU 虚拟化技术，我们称之为全虚拟化。它可以在保证虚拟机业务安全运行的同时呢，也可以完美的兼容现在市场上绝大多数已存在的操作系统。当然它的劣势也很明显，那就是正常指令的执行都需要经过这个二进制翻译，无疑给 CPU 的运行效率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当然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机制也就应运而生，比方说已经被翻译的指令是否可以缓存在这里，那么下次相同的指令下来，我可以直接使用缓存的结果，而不用再重复的进行翻译工作。而对于用户态的应用程序，它所下发的指令，相比于虚拟机 OS 而言，大多都是无害的。那么我是否也可以对它的大部分指令开绿灯，让它直接绕过这个二进制翻译，来到CPU 上直接执行，这样也会极大的提高这个整个虚拟机的运行效率。随着全虚拟化的优化越来越显著，虽然虚拟机在性能上呢，相比于运行在裸机上，差距还是不小，但是虚拟化本身带来的资源隔离性以及资源的弹性管理这种便利性，已经让其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取得很大的成功。